伊朗這一次直接轟炸的是迪黎波里號，另外一方面也擊落了12架的美軍的戰機。從戰爭到現在，這個毀滅性的報復已經正式的全面性的啟動了。美軍在這個時候，一位退役的軍官警告了美國失敗告終，他做了這樣子的預言。首先，他船上部分有2000多名，将近2500名的這個特種部隊在上面。如果真的被打到了，而且死了若干人，這真的就是宣戰嘞。所以我認為這次我们在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是美國方面的，因為不可能會信他，但是當然會逼退你。給你一些威脅，希望你不要靠近。持續來關心伊朗這一次直接轟炸的是迪黎波里號，美軍的迪黎波里號。那麼另外一方面也擊落了12架的美軍的戰機。從戰爭到現在，這個毀滅性的報復已經正式的全面性的啟動了。美軍在這個時候，一位退役的軍官警告了美國失敗告終，他做了這樣子的預言。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今天有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為什麼伊朗選擇要直接轟炸迪黎波里號？這是精準阻斷美軍接下來可能會進行的地面戰嗎？那麼第2個問題，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美軍的戰機其實在短短時間內接連的墜毀。今天我們會慢慢的來看有哪一些戰機哦，那背後是伊朗到底有哪一些戰術，還是說伊朗它有一些黑科技，有一些高科技武器可以擊落來自於美軍的這一些高價值的戰機呢？還是說美軍的制空權已經被徹底的打穿？第3件事情也會來關心，戰火升級為地面衝突的話，美軍真的會如退役的軍官警告的，美軍會面臨災難性的失敗嗎？另外比較弔詭的事情，也比較奇特的事情是，紐時在這個時候做分析，伊朗掌握了荷姆茲海峽，已經崛起成為第4強權，可以有能力改變全球秩序，真的是這樣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我們剛剛持續要來關心到的事情，就是在哈米尼死之後呢，遭到以色列斬首之後，確實伊朗大動作的報復性行動持續的進行當中。最新一輪啟動的是真實承諾4第98波的行動，戰果比以往還要更驚人。趕快來看到，包括了這個導彈是直擊美軍的迪黎波里號的2棲攻擊艦，迫使它撤離原本在部署的海域。導彈也襲擊到了以色列內部的集裝箱船，引發大規模的火災，並且對以色列發動了4輪，一共是數十枚的導彈，命中了主要的城市，重創它的軍工還有化工企業，造成至少20個人受傷。無人機還襲擊了科威特的美軍基地，摧毀美軍的衛星的一些設備。另外還擊落了1架是美軍的 MQ-9死神無人機，以及1架以色列它的這個無人機。好，為什麼這一次伊朗會特別選擇攻擊迪黎波里號呢？它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它上面載有5000多名的美國的水兵，還有海軍陸戰隊的主力，可能被視為是過去要做陸戰隊的這個主力部隊。小檔案也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一下，排水量高達了4.5萬噸，可以搭載 F-35B， 被視為是中型的航空母艦，而且可以快速的投送海軍陸戰隊等等的能力，被視為是美軍前沿介入戰的一個核心的節點。那麼其實從開戰到現在3日以來，是已經擊落了來自於伊朗的戰果12架美軍的各式戰機，包括了 F-15E， 還有 C-130， 1架 A-10跟4架黑鷹，還有2架小鳥直升機，2架MQ-9， 這是來自於伊朗最新做的一個統計。好，節目一開始也請教幹哥怎麼看了？為什麼伊朗選擇攻擊迪黎波里號？這是要預防美軍接下來的這個地面戰嗎？那麼美軍的軍機在短時間內一直遭到擊落，原因又到底是什麼？伊朗掌握了哪一些很關鍵的戰術或者是武器嗎？幹哥怎麼看？好，迪黎波里號2棲攻擊艦哈，那就是美軍在2次世界大戰最後的1944年啊，諾曼底登陸，它所汲取的最大的經驗值就是什麼呢？就是當你在要登陸之前的絕對空優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一定要得到絕對空優，為什麼？因為只要來自天上的威脅，那地面上的陸軍是根本是不堪一擊。所以今天迪黎波里號它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們說過，它是閃電航艦，它也是2棲突擊艦，它重達4萬噸，它等於1半大小的美國航空母艦。大家知道，不管是福特號或者是那個尼米茲號，都是10萬噸的大船。
那像這樣子的2棲突擊艦，它是45000噸。那45000噸，它的艦上什麼東西都有，你想得到的東西都有，想不到的東西它也有，所以它一定要載着能夠突擊的 F-35，就是說那個隱形戰機，它先掃清了沿海面上的威脅之後，才能夠讓陸戰隊做了2棲的那個突擊艇，就是 LCAC 氣墊登陸艇，這樣才能夠上岸。平均，我們在看2次大戰電影的時候，你看那個登陸艇啊，要慢慢的滑到那個德軍的炮火面前，大概從船上放下來就1個多鐘頭了。現在 LCAC 的2棲的突擊艇，它氣墊上去，它只要差不多20分鐘，它就可以到那個海岸。但你說為什麼還要花20分鐘呢？因為船太大，不能靠太近，會擱淺。了解那個意思嗎？航空母艦更大，要停得更遠。再來，航空母艦怕飛彈，所以說航空母艦要停在200公里以外，要在射程之外，免得被革命衛隊給打中。那這次迪利波里號，它自己本身不但有 F-35，它還有登陸艇，它還有海軍陸戰隊。通常在介入像那個你說你要奪哈爾格爾島像這樣子的目標的話，5000名陸戰隊已經綽綽有餘了。可是問題在於什麼？《紐約時報》所報道的這一位這個退役的軍官，他是一個中尉軍官，他從美國特戰部隊退伍。他說：“你現在如果不派地面部隊的話，我不知道美軍的戰略意義跟戰術目的是什麼。”沒有錯，他講得非常有道理。我們也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次了。如果美軍的地面部隊不介入的話，那你整個荷姆茲海峽你也拿不回來，那你將來在國際上的定位就會慢慢被別人恥笑。為什麼？因為人家會覺得說，川普你講了半天，結果你還是沒有真的打，你也沒有拿下這個所謂的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那這樣子的話，盟邦已經看你快要破了手腳了，結果你現在還真的沒有這樣做的話，坦白講，這一場行動到最後會以失敗或是不體面的撤退告終的話，那對於你將來的選舉就有很大很大的影響。再來講到說，那到底伊朗怎麼可能在短短不到1個禮拜之內擊落了12架美軍的戰機？其實有一些是因為它本身的故障，但有很多都是什麼？有很多都是伊朗用廉價的防空武器，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的肩射式飛彈就能夠打下來的。我現在沒有 S-300那個1枚50萬美金的那種精密防空飛彈啊，但是我可以叫我的80節民兵在山頭上，在我的核電廠外面，我們就背着我們的 SA-7聖杯這個防空武器，這一枚飛彈長1.8公尺，很小一枚，然後重量呢1個兵就可以載得動，跑來跑去，只要你飛到它射程範圍之內，它就可以把你打下來。甚至你要注意，伊朗革命衛隊可能還有潛藏着更精密的飛彈，只是還沒有拿出來用而已，就等着你的登陸部隊入侵，他才會拿出來用。所以這個軍官他的擔憂不是沒有道理的。好，那同樣的問題，尚志哥又怎麼看呢？其實有關於這個迪利波里號，當然伊朗就是說他們攻擊了，但是呢，隔天美國的這個中央司令部就立刻說没有任何的部分的攻擊。我覺得迪利波里號到底有沒有被攻擊，還是蠻重要的。首先，它船上部分有2000多名，將近2500名的這個特種部隊在上面。如果真的被打到了，而且死了若干人，這真的就是宣戰嘞。就是說，我們現在看美國要不要地面部隊進去，這個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可是，如果現在伊朗實質就把美國2000多個士兵打死，這個也是很恐怖的。这也是另外一個，就是大家就撕破臉了。所以我認為這次我們在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是美國方面的，因為不可能會信他，但是當然會逼退你，給你一些威脅，希望你不要靠近，這是一定會有的。而且現在除了這個迪利波里號，還有另外一艘全獅號，上面也有2500名。所以我看我們這幾艘船艦可不是一般我們看美軍的船艦被攻擊，因為上面有那麼多的特種部隊。那麼這2期的特種部隊的時候，一旦有比較大幅度的人命傷亡，這真的就是對美國全面性的宣戰。所以這裡頭大家還是要特別關注這個部分的這個拿捏。我認為伊朗也不會那麼笨啦，哈。所以現在我們來看到的部分，主要還是在現在有關於已經確實是美軍方面已經集結了。
到底要不要拿下整個在紅海地區的一些島嶼？到底要不要地面部隊這件事情，除了現在美軍集結，我看現在全世界在討論的部分，還是在於美國真的要發動，當然他們有那個實力，但是真正打起來，大家現在盤點的不是你要有1萬、2萬特種部隊，5萬的美軍是不是都下去到伊朗的國土？主要還有補給的問題。最近大家開始在盤點美國，因為現在看起來幾次這個川普一副就說真的要打了，而且感覺川普現在如果沒有某一個勝利的話，他真的很沒有面子哦。再加上現在美國五角大廈有這麼關鍵的幾個軍事的人士都被撤換，所以看起來是疑似還是真的會往下打。所以大家就覺得好像往下打的時候，所以開始認真盤點整個美軍當中如果往下打。要知道，因為美國畢竟還是在遠方，所以他們畢竟還是得靠所謂的包括有美軍基地的確實持續的補給，而且要考慮到他們一旦有任何可能，因為伊朗能夠攻下來，我們看烏克蘭戰爭一樣，在烏東地區，你終究還要攻下一些所謂的這個前進的陣地。重要的要塞拿下來之後，你才能不斷的鋪開。你拿下來的時候，這個地方固穩了，繼續補給。現在真的，伊朗在整個波灣沿海地區，包括荷姆斯海沿海地區，這個部分真的很少，就有幾個點你攻下來，裡面是空空如也。你在美軍在那邊也會餓肚子。所以現在看起來，伊朗也有很多的不是都能打，迪利波里不是都能打。美國要真的要去打，要去盤算後面的補給，仔細算，大家都還沒有準備好。好，所以這場仗到現在這麼久的時間，川普看起來恐怕還是會持續的、繼續的調派更多的軍力。不過此刻呢，這位是美軍的退役軍官了，他出來做了一個示警，他是安東尼。阿奎勒他說，這一場戰爭其實一開始就是戰略性失敗，而且呢，你接下來如果真的發動所謂的地面戰，美軍會面臨災難性的損失。不過在這個時候，《紐約時報》也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說，荷姆茲海峽控制數個月的時間，甚至數年，就會重塑全球的秩序，是對美國不利的。他認為伊朗正在迅速崛起，成為第4強權。大使同意這樣的說法嗎？第4強權有一點誇張，因為伊朗本來的軍力全球排名第17，他並沒有他的軍力增加，而且他軍力是退後，而且他這次被打得蠻慘的，只是說這個國家很耐扛，很耐打，而且意志力堅強，他可以說他的精神戰力超過他實質戰力，是對，所以他沒有大規模啊，就是說侵略或者入侵別國的能力。倒是說，美國以這種超級強權、1年上兆美元軍費的國家，他因為不敢使用地面部隊，所以呢，就看起來對於伊朗這個國家好像是束手無策。那伊朗再加上他過去10年他的戰略發展方向，我認為是蠻聰明的。他事實上要建立強大的空軍，可能跟美國還是有很大的差別。那麼他建立強大的海軍，對他來講，可能也是幾天之內通通被打光。所以他的重點就在導彈，重點就在無人機。那這2項武器就讓他能夠今天啊，一個成本沒有那麼高，第二個呢，他隱蔽的方式，他的這個機動性高，隱蔽能力強，因為伊朗到處是崇山峻嶺。這一次美軍就在思算在伊朗的這個導彈摸不清楚到底還剩下多少顆，俄羅斯說還有3000多顆了，對，美國也有說還有1/2，都搞不清楚，所以就變成他其實是戰略上是很聰明的，他發明這2個武器。那我們一直會說伊朗的飛機怎麼爛成這樣子，防空武器也爛，可是他現在打仗他就靠這2個。另外他手上一個沒有錯，他這個就是說荷姆斯海峽，這荷姆斯海峽事實上真的是易守難攻，易守難攻。那美國為什麼現在川普卡在這個地方？你今天說實話，你不敢去攻這些荷姆斯海峽，在那邊把你的大量人力你現在迪利波里號，你上面3500名陸戰隊，你去攻啊，不見得打不下來啊，對，你去攻，可是問題可能你有一半會傷亡，有一半可能有上千個在那個浮屍飄在那個波斯灣上面去為啥川普承受不起啊？因為美國老百姓會說，有這個必要嗎？我們跟他有深仇大恨嗎？本來不是還可以過嗎？為什麼要死了那麼多人，也沒打下來？
然後呢，你要去炸它的油田呢，說實話，你要把荷姆斯海峽變成一個沒有用的海峽的話，你就是把波斯灣裡面的油田跟它的天然氣通通把它毀掉，荷姆斯海峽就沒有必要了。那可是問題，你把它都打掉以後，你美國也受不了。对，那其他國家也怪你啊，歐洲現在怕得要死啊。那還有這些川普最近在罵的日本、韓國、英國，通通罵，人家為什麼不跟你美國站在一邊？就是怕斷油斷氣嘛。很清楚嘛。所以在戰略上，川普是沒有想清楚，貿然出兵，以為4天就解決了，現在馬上要邁入40天了，看他怎麼辦。接下來我們要特別關心，在這一場戰事當中，美國自己認了，這一次確實是死傷持續的擴大。而現在根據統計，有200名的美軍傷亡是撐不住了。川普這時候急找伊朗想要談判，而且還求盟友來做幫忙。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趕快來看到的是，本來確實川普認為說這場戰爭大概就是4天，速戰速決，趕快結束。結果現實卻狠狠的被打臉了。這是來自於《衛報》最新披露，說美軍中央司令部自己的證實哦。美國從這一場行動實施怒火行動以來，已經造成了200名美軍的官兵傷亡，當中有10個人都是重傷的。要特別注意到了200名的美軍傷亡，當時在打委內瑞拉的時候，這一場戰爭是200名的特種部隊幾分鐘就把委內瑞拉給拿下來了，但是這一次這麼長的時間，還造成出現200名美軍傷亡的一個窘境，跟委內瑞拉的那個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華府是不是想要急着談判，但是找不到人呢？因為川普自己公開說了，他想要找這個新領袖穆吉塔巴，但找了半天，美方完全不知道他人在哪裡，完全沒有辦法跟他談判。但是川普一邊又說是伊朗想談判，一邊又說他找不到穆吉塔巴，現在是不是在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呢？委員怎麼看？目前不管是這個傷亡數字200名，到川普說的他想要找穆吉塔巴來談判，這2件事。川普是我見過有史以來最會自說自話、最有阿 Q 鴕鳥精神的一個活寶。所以呢，其實川普對我現在每天的生活來說是很重要的，他是我每天快樂跟幸福的泉源哦。就是每天看一下川普講話，你就會笑到差點從椅子上掉下來。川普當然提到鐵板啊，他原本講說他不會跟這個穆吉塔巴談的呀，他說這個人是他不能接受的。現在怎麼又要跟這個人談了呢？而且川普從頭到尾就大家就看他一個人在那邊自說自話，自己演獨角戲。他說伊朗早就完了。海軍沒了，空軍沒了，那你現在美國的那些基地是被誰炸的啦？就既沒海軍也沒空軍，都被你殲滅光了，你都已經贏了。那理論上來說，你就不用怕啦。可你現在美國大使館也被炸，你現在空軍基地也被炸，到處都在被炸。然後川普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哦，就是他越想要做什麼事，他就會說是別人要做的。比如說他想跟習近平會面，他就會不斷的放話。說北京政府傳達了這個強烈的意願哦，所以呢，我準備要跟他見面了。他想要跟普丁會面，他就開始傳達說，哦，這個俄羅斯有這樣的想法。同樣的，今天一模一樣的故事啊。當川普告訴你伊朗想要跟他談的時候，其實坦白講，就是他要跟伊朗談了，因為伊朗從頭到尾就不會要跟他談的。就回過頭來，我要講的是說，大家仔細注意一下，在這場戰爭裡頭有3個這個角色：美國、以色列跟伊朗。他們的終極目標是不一樣的。美國的終極目標，他是莫名其妙的被以色列拖進來，然後呢，他以為憑借着他的這個威嚇的強大的壓力，哦，能夠在速戰速決的時候得到戰果，就像他在玩委內瑞拉這一局一樣。因為他玩完伊朗之後，他還要準備打古巴嘞，他還有別的嘞，他有格陵蘭嘞，他有巴拿馬，他有一大堆有的沒的東西，他沒這麼多時間陷在這個戰場裡。所以美國原本打的算盤就是要速戰速決。但是問題是，他發現他陷入泥淖裡頭了，沒有辦法速戰速決。就像剛才尚志哥講的，你要不要地面部隊嘛？我們在這裡幾個禮拜前，我不曉得思敏還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講過了，你要打伊朗，你就要有決心派地面部隊。你沒有地面部隊，你不要想這件事情嘛。他現在陷在裡頭了，他出不來了，所以呢，他才會用了各式各樣的方法。他把全世界所有受到影響的國家都綁在了荷姆茲海峽，說你們都要派軍艦來護航。那笑死了，我們都是你的附帶損失是因為你跟以色列發動了這個不義之戰，干我們什麼事啊？你打之前沒問過我們，然後我們現在受害了，你要把我們綁上你的戰車。
現在這是川普打的算盤，可對以色列來講，他也沒有打算停止這場戰爭，他就打算一次把伊朗給解決掉。他從上一次的12日戰爭之後，他就已經打得意猶未盡了。要不是那個時候那個川普叫他停戰，他搞不好繼續會打下來啊。所以他這一場好不容易終於可以放手開打了，以色列怎麼會想停呢？他就想在這一戰畢其功於一役啊，把他這個最重要的威脅敵人給伊朗給處理掉。對伊朗來講，他準備了30年這30年他做了多少的準備，就是為了今天這一戰。你認為在此時此刻他會跟美國談嗎？我說過他的目的很清楚。他要消滅、徹底的毀滅以色列，他要把美國的勢力推出波斯灣地區，這才是他的終極目標啊！所以現階段，不管川普怎麼想談，不管他陷入了泥淖，那個腳拔不出來了，踢到了鐵板，腳痛得要命了，現在想盡各種辦法，想找各種借口哦。但是坦白講，伊朗不會買這張單的啦。所以這場戰爭可以預期的是會打得更久，一定要像一個絞肉機一樣，把美國的這個軍力、把美國的財力、把美國的人力都攪在這裡頭，然後徹底的把美國推出去，然後讓以色列毀滅。我認為這才是伊朗最後真正要做到的目的了。好，所以確實哦，現在川普是想要停戰，但是停不下來。那另一方面，他的盟友則是不想要被拖下水。那現在的關鍵其實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就是在荷姆茲海峽了。因為呢，川普看到現在荷姆茲海峽被這個伊朗給牢牢的緊扣住哦，所以呢，他也大動作要求了。本來有7個依賴中東石油的國家一起派軍艦護航，結果確實就如我們剛剛說的，這些盟友完全都沒有領情。我們現在看到英國說這個倫敦啊沒有義務要滿足華府的每個需求，德國直接說這不是北約的戰爭啊。中國官媒牛彈琴忍不住諷刺，全世界都是目瞪口呆耶，美國你居然求中國幫忙你收拾爛攤子。那川普這個時候乾脆問問自己的人好了，他就問美軍為什麼不能立刻打通荷姆茲海峽，結果被這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當場酸打臉，就說伊朗只要一艘快艇對油輪發射飛彈，整條航道就會立刻癱瘓掉。買家現在也很擔心，包括全球的最大石油公司，這一家是沙烏地阿美說，我們根本不知道現在石油要往哪個港口出口。買家就說，乾脆我们自己打電話問伊朗，可能什麼時候結束戰爭比較快呢？上次哥怎麼看？川普現在在這次美伊戰爭，我個人認為到目前為止，對於川普影響最大的就是荷姆茲海峽被伊朗整個控制，而美國沒辦法突破。那它最主要的原因是整件事情因為掐住了全世界能源這個市場的輸出，被伊朗就是這樣子掐住了。而且這掐住本身對於整個川普在國際間的這個面子，大家就在觀察川普到底有沒有能力解決，就是個海峽嘛，小小海峽，你為什麼解決不了呢？然後除此之外呢，當然也因為這個石油的部分價格的飆高，雖然美國自己很多石油，但是因為價格飆高呢，美國商人當然賺很多了，但是美國自己內部的通膨的對影響，也對他國內包括今年年底的選舉會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所以這個影響今年川普很大，所以川普很急。我們來看，他找了7個國家，請7個國家大家一起來幫忙。我覺得7個國家還是蠻有意思的，包括什麼？大家知道，英國、法國、德國、澳洲、日本、韓國，小貓咪也有啊，還有中國。大家對於找中國，個人覺得匪夷所思。路邊的阿婆抓來都知道，中國跟伊朗的關係很好，你還找中國介入這個事情是怎麼回事？並且亂投醫嗎？而且你看這7國之外，你就覺得啊，大概川普的眼中，印度大概沒什麼能力，加拿大沒什麼能力，所以這些他認為在軍事沒有能力護航的人，大概也就在這名單當中被剔除了。所以很有意思哦。但是我覺得最重要，但你以為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因為美軍不願意做這件事情。要知道，川普一開始是說美軍要做這件事情，而且我們美國沒有問題，而且由美國政府所自己主導投資的一家保險公司會把大家承保，光是賺這個保險費，美國政府就賺翻了，還記得嗎？在此之前，他的這個東西，可是問題是，美軍自己打臉川普，就是不願意去護航啊。在因為這結果下，所以才出現我們剛剛談到這7國，川普求他們，或者是就是希望大家，連中國他都求了哦。所以整件事情對荷姆茲海峽這件事情，就是在不只是這種國際能源上的影響，
對於川普來說，伊朗戰爭、美伊戰爭究竟要不要打下去？很多人勸他趕快說贏就趕快退，有很多不同的說法。但真正的卡點，我認為卡住的是這裡，遠比現在包括美國跟以色列轟炸伊朗，大家打來打去，我覺得還要更深邃，而且對川普的這個整個影響性非常非常大。但這個荷姆斯海峽，你說能不能攻下來？其實應該還是可以。以美軍的力氣，如果他下定決心，但問題是你要付出多少代價，死多少美軍？而且現在對伊朗的一個忌憚之處，就是伊朗現在這50幾波打下來，大家就覺得天哪，怎麼這麼準？是北斗衛星還是俄羅斯的衛星幫忙？以前伊朗沒有這麼準啊，所以就是說，荷姆斯海峽現在可能只是他們的火箭炮，還不要說導彈，他的火炮可能就準到可以把你的船都打翻了。而且，其實，在伊朗在这一陣以來打了一些這些油輪不守規則的，算也打了超過5艘以上，就是準的把你打到。所以，這種嚇阻性使得美國現在整個在荷姆斯海峽裡頭真的是一個死結哦。美軍自己如果不願意介入，重點，川普逼美軍，最後美軍也不願意介入這些將領，這就使得這些外交球7國都沒有任何的幫助。好，同樣的問題，幹哥又怎麼看？那另外補充一下，美國財長這個時候又說要放行伊朗的油輪，到底又是為什麼？到底是伊朗放行你的油輪，還是你要放行伊朗的油輪？是這個問題不是這個好像用紙之矛攻紙之盾，我覺得這個很瞎掰，你知道嗎？這個不重要，重要是川普，我幫你算了一下，你請7個國家來幫忙，他們現在不是每個人都有理由嗎？对不对？可是我覺得每個人的理由都很正當，都很堂皇，沒有規避，也沒有什麼好接不到電話之類的哈，他也沒有這樣子。那我可以告訴你，與其請這些人來幫忙，你不如自己派兵去把這個荷姆斯海峽的北岸，就是伊朗領土給占下來。不過我跟你估計一下，長度約800公里，你要派10萬兵才可以攻得下來，你還是可以守得住。你還要隨時你看着大海，你要隨時防着伊朗從後面偷襲你。所以弄到最後，你還是要自己出地面部隊。因為為什麼？因為你現在只是請這些你的盟邦出這個海軍來護航，還不是派兵哦，那個差很多。護航跟派兵是兩回事哦。就法國第一個怎麼講？法國說要等到戰火平息，我們才會考慮。那等到打完，我還要你法國來幹什麼啊？他不是馬克宏到底在講什麼？我們實在是覺得他這很有趣。那外交辭令歸外交辭令，對不對？可是你要講笑話，你要編個草稿嘛。連草稿都不打，我等到戰火打完了，我們就會去護航了。那打完了還要護航什麼？英國說的英國說的川普是最切心的，你知道？就是說最失望了。英國說，我們沒有辦法事事都跟隨着美國的意見來走啊。這句話我覺得斯凱爾講的很硬啊，對不對？聽的人都覺得說，哇，你膽敢跟你老美兄弟這樣子講話，這些人都已經講了啊。德國更是講了，德國說我沒有，我們不介入啊，我們不會去介入啊。韓國說的更奇妙，南韓說，我們會審慎評估，審慎評估就是，不可能，我不會參加。所以大家看了這些之後，我先跟各位講，14號的時候，就是幾天前，荷姆斯海峽終於一艘油輪都不敢過了，沒有一艘過去了。前幾天我們不是在這個上個禮拜還可以聽到說，有什麼油輪硬闖過去啊，一天就可以賺100萬美金啊，所以他們硬闖啊。後來他們看看還是不要硬闖好了，你知道，因為整艘船沉了的話，那更可怕。所以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告訴川普說：“總統，請你不要再問為什麼我們不能封鎖荷姆斯海峽了，因為只要有一個伊朗兵，他一個人坐一艘快艇，然後衝到20萬噸的超級油輪前面，當着這個船員的面，把吸附式地雷放在那個油輪的身上，然後它一爆炸，我可以跟你講，他一個人就可以摧毀上100萬美元的石油一艘船。”所以這個是他的意思是很簡單，就是防不勝防的意思。如果你真的要封鎖荷姆斯海峽，你要付出這樣子的代價，但是伊朗他用很低廉的方式，他就可以達到破壞你的封鎖這樣的方法。所以我們今天講的就是說，美國他們就不是美國啦，這應該嚴格來講是川普的異想天開。他說：“趕快啊，美軍你怎麼不能夠做呢？美軍的航空母艦還連。”美軍航空母艦現在在哪裡？在紅海，在比阿拉伯海還更遠的地方。為什麼？
那會不會打到？你知道嗎？所以說他在紅海，他不敢進入阿拉伯海，因為進入阿拉伯海就進入射程，進入伊朗飛彈的射程，所以閃一邊。我不可能會派，拜託美軍艦隊指揮官，他不是傻瓜，好不好？他怕水雷，也怕飛彈，所以在不要損失自己的兵力的情況之下，由美軍自己來護航，這是最笨的點子。剛上次講的對，我們自己還派船去，應該是你們盟邦要來幫忙才对。可惜天算不如人算，川普的如意算盤還是打丟了。而且人家盟邦又不笨，刚才上次哥就講過了，荷姆茲海峽寬33公里。然後呢，只有2條水道的深度可以讓郵輪通過，每條水道的寬度不過3公里，所以呢，一個進一個出。這個時候你要是派軍艦去護航，就是靶子嘛，就進去就當靶子被打了，怎麼可能？然後你說叫其他的盟國想說你美國都不敢去了，你為什麼要叫我去啊？你好歹如果說你美國去走了2、3趟，看起來還蠻不賴的，那我們大家就順便走一下。你自己都不去了，叫我們去，就死道友不死貧道就對了。這個故事就是這麼簡單嗎？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幾乎是川普一句話就可以操控市場。這一節我們特別來關心川普是否在炒油、炒股票，戰爭現在變成自己的套利工具了嗎？導致全球反而自己被收割韭菜嗎？我們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來看到這個戰爭發生的在金融市場一個很可怕的面貌，就是全球金融市場現在正在被川普給控制着。尤其我們來看到具體的實例 ，CNBC 特別做了揭露，川普在凌晨7點05分發出會與伊朗的談判貼文。前15分鐘，也就是川普還沒有發出這個貼文的前15分鐘，市場已經開始做反應了，是不是有些人提前得到了來自於內部的消息呢？我們來看到標普500的期貨，它瞬間爆量。飆升幅度超過2.5%，原油已經開始動起來，重挫幅度6%，這個是原油期貨在前15分鐘就開始重挫，是不是有一些人早就已經掌握到消息了呢？當然了，我們來看到來自於伊朗的國會議長開始酸川普，這些都是美國為了操縱金融市場和石油市場所做的事情。那確實，過去川普在戰爭上面操盤的時間軸，我們也來看到有許多的具體案例。首先，在2月28號這一天，美國跟以色列聯手空襲伊朗總統府跟多處的地方設施的時候，市場也已經反應，包括油價是突然間暴漲，全球股市下跌。特殊案例就是川普的小兒子，當時在開戰前買了5000萬的美元石油股票。再來看到3月9號，川普放話，伊朗戰爭基本上已經結束了。伊朗呢，沒有海軍，沒有通訊，沒有空軍，市場立刻做反應，4大指數由黑翻紅。再來看到3月23號，川普稱呢，這個伊朗已經幾乎是可以跟他達成協議了，戰爭可能在未來5天之內結束，市場立刻反應，股市上漲，期貨提前爆量。最後我们來看到了伊朗隨即否認有談判，市場信心是瞬間崩塌。那麼市場的反應就是油價重新飆破了100美元，市場劇烈的震盪。所以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為什麼川普發文前的時候，包括了原油期貨、標普都已經開始同步的爆量？操作是否有內線交易在這當中？尚志哥怎麼看？我想這麼樣的重大，特別現在以油價、能源油價為主，影響全世界所有股市啊，全世界所有的投資標的、投資工具的這個時代裡頭，那麼川普或者等等或整個現在單講美伊戰爭的任何一點點的變動，它當然就是會有劇烈的波動。只不過為什麼可以在川普說這個好像一個很正面的，有一點暗示正面的，好像有一點結束的這個消息，我們現在看起來事後看應該是假消息哈，他放假新聞。可是呢，這個波動流為什麼他提前？可是這不驚訝的，在先前去年2025年一整年涉及到川普的關稅戰的所有每一次，他只要一說出來，對於加拿大、對於墨西哥、對於全世界，已經有非常非常多次提前，包括我們講加密貨幣在內當中，都有一些不知為何哪裡的消息可以比正式的這個川普的推特發文或川普和白宮正式的發文要更早準備，而且這裡頭已經被追到了。其實，在先前2025年已經追到說，其中加密貨幣當中是包括川普的兒子，他那邊所主導的加密貨幣有曾經被追到哦。所以說，這裡頭是不是有一些要知道，川普這一次的這個談話
雖然是說他是在被訪問去田納西州的這個過程裡頭，人家追問他，他呼嚕嚕嚕講出來了，聽起來好像是沒有準備，是不是好像可以脫鈎？可是這個東西難道是不是只有在川普自己的腦子裡頭嗎？他沒有跟白宮幕僚要有所討論，他有一個對外的說法嗎？不可能。所以現在都知道，作為現在川普身邊的這些最幕僚核心的人，這些都不是過去的真正的專業的政治幕僚或行政幕僚，這些絕大部分川普圍繞身邊最核心的人物，這些都是億萬富翁這些都是在外面自己家族裡頭有非常非常多財產的人。所以現在這就在於很大的重點。2025年，其實美國媒體就在討論，到底美國的司法部要不要來追這個問題？可是最後大家在一直提了很多，可司法部都沒有動作。除此之外的話，另外一個東西就必須要有受害者。比如說，在過去這個資本的跌宕當中來講，如果有人一直受害，所以受害者可能可以就此來提告。但是川普作為這個政治發言，你誰是具體的受害者呢？所以為什麼沒有人來指控或者來起訴？對於川普背後這個當中有沒有關聯交易或這種內幕消息的炒作的原因在此，司法部不追訴，也沒有受害者能夠追訴，所以這就使得這些起伏在整個市場當中，誰有任何早一點點知道一點點消息之後，才會就可以有操作。所以我覺得面对於川普這個商人背景整個幕僚當中的這個團夥，就是一個跟全世界的金融資本聯動的戰爭才是這樣子。大家不要想都是跌，戰爭才是只要有跌就有可以漲。那麼而且空頭當中去殺，現在剛剛講說，你說這個油價又下跌，你下跌大家都虧，沒有，空頭就大漲了。所以這多空在這種戰爭的動盪裡頭，大家都在搶這種所謂國難財或戰爭財，可搶得不亦樂乎呢？好，這個是戰爭財哦，川普啊、川友友啊、川普的兒子等等，是否就有戰爭炒股、炒油？那大使又怎麼看？這個已經很明顯了啊，他兒子這個大家都清楚啊，他怎麼抓得那麼準啊？而且他買石油股，你去買紡織股的話，你買電子股的話，還沒那麼直接，因為這次打仗關鍵的這個資源就是石油嘛，對，我讓戰爭停止，那石油馬上就漲起來，對，我一開打的話。石油一定怎麼樣啊？石油一定怎麼樣？變稀缺了嘛？所以呢，我是覺得基本上太明顯了。可是問題就變成川普，他本來就是個賭徒性格啊！不要忘記他開過賭場，川普在那個大西洋城那個賭場是他開的。我覺得他的賭博性格非常強，賭贏對他就贏到了。那賭輸的話，他也認賭服輸啊，就出場了，那就是止損了。那現在這麼多次了，從這個俄烏戰爭到這個關稅戰，到現在打一個這個美伊戰爭，這裡面多少次都是川普一句話，股市匯市，還有這種所謂的這種期貨，哇，聞聲起漲，聞聲起降，川普已經學到很多了。那最大的一個問題就變成說，川普的家族沒有跟他一樣把財產這個交付信託，對，他們都還自己在操盤，對不對？我們台灣都要交付信託的你自己不能再去操縱啊，對，那意思就是說你不能因為你可以掌握這些股價啊、匯市啊這種期貨價格，你一句話就可以產生這麼大影響。你要用私心的話，那真的太好發財了，因為他可以控制這個股價，他一句話就控制。要它漲就讓它，要它跌就讓它跌。那這個時候，我是覺得美國人也不會這麼怎麼講呢？讓川普這樣明目張膽的撈錢啦。那現在就變成說沒有錯啦，邦迪現在司法部長，那川普自己人啊，對不對？那個 FBI 的也是他自己人啊。然後呢，這個最高法院的9個法官，6個是他自己人啊。所以再怎麼樣，他現在是他可以撈的機會，所以我覺得人不愛人不貪財啊，天誅地滅。尤其是川普，每天講的都是 money，對，所以我覺得他的嫌疑很重，嫌疑很重。可是呢，就說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啦，這些記錄，我跟你講啊，美國的這些參眾議員啊，他會有這種很多吹哨人已經老早資料都給他了。然後甚至有這些直接證據，老早的只是在等時機而已。所以川普不曉得美國政治這種清算的厲害。像我幹公務員幹了30幾年啊，我知道只有一句話，我一直告訴我自己很小心說，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哎，你以為你簽一個字，你講一句話，沒事啊？不會啦。哎，那個資料都是要保存很多年的。那所以川普現在是啊，在今年11月之前，他盡量撈吧，不要一次到時候全部得吐出來。哎，還禍及子孫家人，那就很麻煩了。是。那他這個做的有點明顯，尤其他兒子買這個石油股這個問題啊，真的膽大，真的膽子夠大。好，美國川普這邊川友友還有他兒子在賺戰爭財。那我們另外一邊來看到，那伊朗呢？伊朗有沒有賺戰爭財？因為呢，我們來看到最新消息，伊朗對經過荷姆茲海峽的船也開始要收費了，費用是每艘200萬美元的通行費，而且之後傳出還可能會增加的是安全稅，10%的安全稅。那最新消息，今天早上有一艘最新消息是裝載200万桶伊拉克原油的超級油輪順利通過荷姆茲海峽了。幹哥怎麼看？好，你說伊朗他現在荷姆茲海峽到底是不是它的內海？在國際公法上面來講，絕對不是。也就是說，它通過的話，它不像蘇伊士運河，那是特別的。蘇伊士運河、巴拿馬運河，你要過的話，你要繳費。可是荷姆茲海峽到底算不算是這種很特殊的地位呢？因為它沿周邊還有很多國家，你伊朗要收是，你在北岸，那我們在南岸，阿联酋也可以收啊，對不對？科威特也可以收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伊朗說，你要過，那你對不對？那你就要付嘛，可是現在這個說法很紛紜啊。最新的消息是說，真的有一艘過去了，付了200萬，聽清楚，美金的過路費。200萬美金是什麼概念呢？200萬美金是6000萬台幣，6000萬台幣在台北可以買一棟豪宅，那就是代表說，你只要一過去，然後你就要付一艘一棟豪宅的那個價錢，一艘要付一棟豪宅的價錢，這可能嗎？現在還不只有這樣，伊朗還有可能再收什麼？收安全稅。那個安全稅更可怕。我們現在就是說，我們來舉例，一艘20萬噸的超級油輪，它會載200萬桶原油，一桶多少錢？100塊美金。我先幫大家算好，那200萬桶價值2億美金啊，價值2億美金的話，那我要收10%的安全稅，那就是2000萬美金啊。2000万美金是多少台幣？你也可以去北京買好幾套這個豪宅了，對不對？是。那一般的船東他根本受不了。那所以這個在就是國際市場上面的這些耳語啊，你會覺得說真的是這樣嗎？為什麼營造很恐怖的氣氛？就是說你要過是不是？沒有經過我同意的話，我一定要跟你收安全稅。安全稅就是2000萬美金，2000萬美金你付不出來的話，我就把你打沉。要是這樣子的話，那世界不是亂了嗎？對不對？荷姆茲海峽控扼着全球1/5的能源輸入跟輸出，不是只有石油而已，它還有天然氣，它還有很多戰略物資。所以真的是這樣的話，那就完蛋了，就玩完了。所以我們現在在看這件事情，我們會有一種感覺，就是說，伊朗可能也可以發這種戰爭財，但是他會得罪更多的國家，他有必要這樣做嗎？其實他現在要尋求的是雙方互相停火談判。我相信那個不管是國會議長卡利巴夫，或者是他們新任的領導人穆吉塔巴，都不會笨到要跟全世界來做公然的經濟對抗，這樣不是正確的方法。